极品妹子荒野生存也太狠了，竟然打造出了一个布置了大量竹剑的双开门打野装置，这要是被击中的话，野物根本就不可能逃走啊！不仅如此，这一次丽姐还惊喜地发现了一条长达2米的巨型鳄鱼。为了捕捉到这只大鳄鱼，丽姐直接搞出来了一个捕鱼装置。这要是抓到鳄鱼的话，妥妥的要发一笔财啊！当然，丽姐除了捕捉大型野物外，还拿上弓弦进入山林，收获到了不少好东西，还直接吃上了自己烤的肉，这看起来就让人口水直流啊！至于泡澡解压环节，那可是重头戏，丽姐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清晨起来的丽姐意外地发现了在庇护所周围有着大量的脚印，而通过摄像机记录，确定是一只大野猪。为此，丽姐开心得很，毕竟要是抓到野猪的话，自己怕是能吃上个20-30天了。不过那只巨大的野猪想要活捉的难度很大，因为即便是绳套装置勒住对方，最后还要制服对方。想清楚之后的丽姐决定来得狠的，搞一个能够直接放倒野猪的装置，毕竟都是用来吃肉，这样方便得多。于是乎，丽姐砍来了大量的竹子，并且将其切割成一段一段的。这些竹子相对比较厚实，是制作打野装置的极佳材料。既然要制作巨大的装置，那么竹剑自然是少不了的。在丽姐不断的劈砍和打磨下，一把把带有尖锐竹刺的竹剑便慢慢成型了，数量可以说是非常多。另外，丽姐还搞了几组树杈，将其削尖后，便可以狠狠地扎入大地，把长竹子卡住，这样后续将长竹子另一端抬起来时，就有很大的回弹之力，这可是装置的动力源泉。而那些劈砍好的竹剑，则整齐地码放在长竹子之上，利用树藤将这些竹剑逐一固定牢靠后，后续一旦挥舞着落下来击中野猪，便可以直接将其放倒。不得不说，丽姐的这个打野装置确实有点东西。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，丽姐便将这组打野装置设置完毕了，并且还采用木棍作为触发物，好好的尝试了一下，效果真是绝了。不过这可不是打野装置的全部，紧接着丽姐又在对向方向上布置起了装置。与之前的不同，这一处采用的弹力杆是木头而不是竹子，这样的好处很明显，那就是木棍的弹力更大，到时候猛砸下来的竹剑力道更强。最后如同前一组装置一样，在底部布置上触发杆，并且放置上大量的枯树叶作为伪装后，整个打野装置便算是布置完毕了。之所以布置在庇护所门口，其实丽姐也是有考虑的，因为野猪就在这附近活动，夜间要是过来，自己又像昨夜一样睡得太沉，那可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这个打野装置可以说是既用来捕捉野猪，又用来给自己增加安全防御的，可谓是一举两得啊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傍晚的时候，远处竟然出现了野猪的身影，不过只看到了2只小野猪，并没有看到大野猪。遗憾的是，最后小野猪似乎追随大野猪的身影，向着其他方向去了。次日一早起来，丽姐还是拿上弓箭，准备出去看一看，毕竟昨天没抓到野物，但自己还得吃饭啊。不过弓箭似乎需要修补，丽姐先去收集修补材料，回来之际，发现原本出门时还是完整的装置竟然被触发了。可惜的是，野猪并未中招。丽姐猜测野猪是从侧面触碰到了装置，不然不可能不中招。不过目前也没有其他办法，丽姐只能先将装置恢复一下了。另外，丽姐还将收集到的木薯用来做诱饵，把这些木薯逐一砍碎之后，放置到触发杆上面，这样野猪一旦吃木薯，就会触发装置，必然会被击中。这也算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弓箭部分目前主要是提供弹力的弓身出了问题，因此丽姐将找来的木棍进行了劈砍和修理，最后获得了一根新的弓身。将其插入到木质手柄之中，替换了原来的老木棍，再将弓弦绑扎牢靠之后，便算是完成了弓箭的修复，看起来很是不错的样子。
由于白天捕捉野鸡没有得手，因此今天丽姐不得不夜间出行。在夜间，鸟类和野鸡等的视力很差，因此只要遇到，捕捉到的概率就要高很多。而丽姐也是靠着这一原理，利用弓箭成功击中了一只野鸡。关键是这只野鸡个头还不错，至少能够保证丽姐今天能吃上一餐肉食了。拿回到庇护所之后，这只浑身乌黑的野鸡已经被处理干净，被丽姐夹在炭火之上炙烤起来。这只野鸡有点像我们这里的乌骨鸡，浑身都是乌黑乌黑的，吃起来应该非常美味。烤熟之后，丽姐迫不及待地扯下一个大鸡腿，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。白天都是吃木薯度日，今天能够捕捉到一只野鸡，那滋味真是绝了，吃的丽姐那叫一个美滋滋。次日，丽姐也没干其他事，因为野猪昨晚没来，考虑到林中经常下雨，因此丽姐在庇护所侧面打造了一个柴火棚子，用来放柴火，同时还在周围收集了大量的干柴。有了这些柴火，丽姐在后续的日子里也不担心下雨时没有柴火用了。连续几日的等待下，令丽姐非常失望的是，之后的日子里野猪都没有来访。她猜测是上次触发装置之后，野猪知道了危险，早就逃之夭夭了。毕竟带着野猪仔的母野猪是非常警觉的。于是乎，丽姐决定将野猪装置拆除。毕竟门口的空间不大，这点位置还是要利用起来的。荒野生存虽然非常难，但是居住环境还是要给力点才行。为此，丽姐还在侧面的位置利用板锄进行挖掘，将门前的空间扩展得更大了一些。这个位置丽姐可不打算浪费，准备在这里打造桌椅，日后吃饭也有个地方。毕竟庇护所内的空间还是比较小，打造桌椅对于丽姐来说并没有太大难度。在挖掘好地坑之后，只需将处理好的竹子放进去，回填夯实后，这便是桌子的桌腿以及椅子的4条腿了。接着在上面铺设上横梁之后，便可以继续在上面铺设桌面以及凳子的板面了。这些活并没有太多难度，因此丽姐操作起来还是非常快捷的。最后的成品便是这般模样，看起来非常不错，坐上去还很舒服。至于今天的餐食，丽姐不打算坐以待毙，继续吃木薯，而是决定拿上弓箭，看看能不能搞点肉。毕竟前面吃了烤鸡，那滋味太绝了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今天的运气也太好了，竟然发现了一只野鸡。这下丽姐激动得很，立马将箭矢装填完毕，随后瞄准击发，最终一击命中。这只野鸡看起来可是一只肥鸡，至少要比前一只胖上很多，可把丽姐高兴坏了。拿上野鸡，赶紧回到庇护所，准备生火烤鸡。一番处理之后，肥美的野鸡便被丽姐固定在了架子上，直接放在了火堆上烤了起来。看着烤鸡的外皮被烤得焦黄焦黄的，这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节奏啊！最终，丽姐花费了近乎1个小时的时间，彻底将烤鸡烤到了最佳熟度，这才将其取了下来。扯下一个大鸡腿后，美滋滋的开吃了起来。这鸡肉真是美味，外皮焦脆又带有大量油脂，内里的鸡肉则汁水满满，非常细嫩，咀嚼起来又有嚼劲，真不愧是顶级野鸡啊！吃的丽姐满嘴流油，好不痛快。然而令丽姐意想不到的是，今天吃的正嗨的她，在接下来的时间竟然遇到了一只狠货，一个带有极大威胁的野物，一只超级大鳄鱼。这么大的鳄鱼，可以说是丽姐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，也不知道丽姐能否将其拿下。